大家好，今天10月7号，昨天比特币是冲高回落，留了一个不算很长的上影线的 K 线。不然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昨天它这个上影线的高点并没有把4号这一个大涨的高点给我挑战，这个位置我觉得没有过高反而是好事啊。怎么来观察的？等下用4个小时的几个指标，包括昨天有讲到的那个重点 MACD 指标是不宜再过高。有可能压回的目的就是为了等待今天晚上美国的几个经济数据，非农也好，或者是昨天有提到的那个重点，今天晚上我们尽量去观察那个失业率哦，以及日线级别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再走一个上升三法，或者是等下也跟大家讲，很多人我感觉是喜欢在做空，但是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哦，既然价格是在20MA 我们散户生命的上方，你尽量压回来找买点。至于下一次的空点，我们要怎么来观察？等下用指标来跟大家聊一下。这个位置日线级别并没有走到一个背离的位置，所以你尽量少做空啊。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等待这上方的这个60MA，你尽量反手就按昨天的19300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ROK 永久返佣20%，或者是新旧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， 不用认证啊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那么来看一下，它其实目前的区间，就类似上面一个60MA， 下方是一个20MA， 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。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60天成本，目前是在23000附近啊，可能还有几天时间才会来到这个低点。有可能这个位置过高，就怕过了这个高点，它会有压力，会有牵引的作用。你过高会不会在这上方也是需要整理？那你不过高，在这个位置先整理再突破，有没有可能是为了等待下周一再变盘啊？因为4个小时，等下要跟大家聊一下那个 MACD 指标，有可能就是为了等待下周一看会不会真的在突破。那这个位置已经是很明显啊，今天是礼拜五。明天后天是礼拜六礼拜天，也有可能就是欧美那边是要休息，但是整个大陆有可能就是假期要结束，这个位置到底要不要出量？我估计可能还是在整理啊，就是类似这整个区间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昨天有讲到的这个哈根阿西其实它 K 线已经泛绿已经2根了，2根我的观点都是一样，就是你尽量压回来找买点，如果是前面看我的观点18800，因为我现在是包括几个朋友或者是很多粉丝，现在手上基本上都是有多单。我的观点是在这边买的，我们就尽量给我抱住啊。如果是还要再买的，你就尽量观察这个哈根阿西，它不排除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波段，就类似前面的这几个位置，它一般很难得，要等很久才会放这种绿 K 哦，压回来你尽量在上影线。昨天。其实前2天都是在上影线的位置，都是有压回啊。那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就是一个波段，万一是做错呢？做错已经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你不然就在这种下影线的位置，万一是它这样子下去，就是我给的那几个支撑位19300附近，你就给我止损嘛，就是很简单啊。那不排除上去的话，有可能就是一个波段，因为你可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次绿 K， 做错就止损掉。那这种位置做对一次，那你就吃一次肉嘛，或者像这种位置都可以啊，压回的点位有一个波段就够了嘛。或者去年的话也是一样，它这个指标不会每天给信号，但是信号给出来的时候，有可能不排除就是一个波段，甚至我们可以不用看 K 线哦，有可能就是这个位置，有没有类似去年的7月份或者这个10月份？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日线级别，现在是这样子，比如说前面几次。这一根吞没的时候，它是压回了3根，来了一个上升三法，再来一根上涨，然后这边再涨了2根，又压回了3根，又来了一个上涨。现在压回了2根，有没有可能今天还是在压回？不一定会大涨啊。我倒是不指望它马上把这个高点给过，因为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4个小时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MACD 指标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万一是昨天这个高点把这个高点给过了。过完以后，它这边会走成一个鸭子张嘴，前面就类似一个鸭头，4个小时走鸭子张嘴，那上涨的空间就不会很大。所以昨天视频的标题也是有跟大家讲，不适宜去追。如果真的过了这个高点，不要去追啊，就怕会有鸭头。这个鸭头一般张嘴的位置极限就是10根左右。那现在没有过高反而是好事，它再一次压回。
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布林线，布林线你就在接近下轨的位置，因为上轨跟下轨它已经在收口啊，收口的位置你可以看一下，它一般在张口的时候就是一个波段，那如果是在收口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在这里，你尽量看一下还有没有下轨的低点。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个不过高是好事啊，如果过高的话，不管是 MACD 连 KD 可能都会形成一个背离啊。那另外还有几点，有朋友可能是担心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空方的吞没，也是不排除啊。还有昨天这一根 K 线，也有朋友是讲这个位置是跌的时候有大量好像是在卖，所以有些朋友是开始又觉得担心是不是要崩盘啊，又要去做空什么，但是我感觉不要啊，不一定会跌得下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为什么大量以后，昨天这个上影线是直接把这个实体全部给吃掉，说明在这个位置有大量的筹码，应该是也是被人给接走，只是短期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涨？不涨就是不宜过高，它如果是要过高，时间也不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，4个小时如果是一个时差的位置，能不能放个10根左右？那极限的话20根到30根也是不排除有可能。所以这个位置现在是在指标是在时差，但是它的 MACD 是在零轴上方，有可能是不是要放个10根左右？等到下周一看会不会再往上去突破，那这个位置过了这高点就相对比较适合，因为它是提前把过高的背离给它修正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个日线啊，日线它价格是在20 MA 的上方，那我的观点是你尽量少去做空啊，下一次做空的点位也不一定是在这个20800，因为这一次等待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，有没有可能下周一看能不能去挑战这个60 MA， 因为成本还在这个上方。那还有另外一点，下一次如果你真的要做空的点位，我们可以尽量观察一下就这个 MACD 指标，因为它这一次上涨的几个位置 MACD 那这个柱状并没有高于上一次这一个大涨的后面来到这个 CPI 公布的位置，不及预期跌下来，并没有超过。而且这一次我们如果看它2个峰，这是一个峰，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峰，柱状还是很漂亮，并没有走到背离的位置，不然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。既然它已经是4个小时在修正那个 MACD， 那日线级别也没有背离，包括这个 KD 指标全部都是在双金叉的结构，那压回就是买点啊。下一次的空点我们尽量观察什么时候它如果再上去，或者是这一次不上去，把这个 KD 指标走成一个死叉，那如果下一次再金叉，价格如果过高，它这个指标有背离的时候，你日线再去观察它有没有空点啊。所以我短期我感觉在这个位置还是一样，你尽量做多为主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